大家好，我是 Roland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新加坡的养老制度。为什么这个小国能在退休养老这件大事上连续17年稳居亚洲第一，而且在2025年还首次拿下 A 评级，全球排名第4？这可不是自吹自擂，这个排名是来自美式 Mercer、CFA Institute 以及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研究院在10月15日发布的2025年全球养老金指数。他们从3个维度评估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的退休养老制度可持续、值得信赖以及充足性。新加坡这次拿下总分 80.8 分，首次跨过80分门槛，而且首次获得 A 评级。全球前3是荷兰 85.4 分，冰岛84分，丹麦82.3分。新加坡紧随其后，排名第4名，并且高于以色列 80.3 分。而这次最大的亮点是值得信赖这个维度，新加坡拿到 90.4 分，全球第2，仅次于芬兰。这背后的含义很简单，制度可信，规则稳定，透明度高。让我们接着往下看，新加坡养老的底座是公积金，那 CPF 公积金又是如何撑起老后安全感的呢？ CPF 不是只为退休存钱的单一账户，它更像一个人生财务系统，它是你的退休账户，为你老后的现金流做准备。也有住房相关用途，很多人用公积金支付 HDB 贷款，还可以用于你的医疗支出。一套公积金多重用途的设计，让大多数人在退休前已经解决了住房，并为医疗与退休持续储备。退休最怕什么？怕3件事：没房住、看病贵、现金流不稳。公积金就是在这3个关键点上同时发力。首先，我们来聊聊养老生活的第一要素：住房。新加坡是高密度岛国，却几乎实现了人人有房。秘诀是什么？公积金和 HDB 组屋。公积金可以用来买主屋或还房贷， HDB 则设计了无障碍电梯、紧急按钮、社区养老中心，专门为老人考虑。举个例子，一位老太太住在政府提供的低租金主屋，楼下就是市场和地铁。她70多岁了，依然能轻松出门买菜、约朋友喝茶。听起来简单，却是政府为退休群体的温暖设计。另外，还有2大政策：主屋租赁计划，低收入老人可用低价租房；退休住房回购计划 Silver Housing Scheme， 老人可将部分房产卖回给政府换现金。结果就是，即使经济拮据，老人也能在熟悉的社区里安度晚年。看到这里，你是不是觉得住房不仅仅是一座屋檐，更是养老制度的重要支撑？那接下来我们聊聊第2个核心：医疗保障。健康就是财富，没有医疗保障，退休金再多也可能一场病就花光。新加坡公积金中有一个 MediSave 账户，专门存医疗费用，住院、手术，甚至买医保，都可以用这里的钱。比如一位70岁退休阿姨，患有慢性心脏病，每年要治疗。幸好她的 MediSave 账户积累充足，不仅支付了自己的费用，还能支付老伴的医保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全民医疗保险 MediShield Life， 无论年龄、身体状况，人人都能受益。再加上 CareShield Life 长期护理保险，连长期照护都能覆盖。新加坡还注重预防医疗，社区定期提供健康讲座、免费体检，鼓励老人运动养生。退休者不仅在患病时有保障，日常也能更健康。那钱袋子如何保证不空？让我们接着聊公积金制度的深层力量。公积金不仅是强制储蓄，还能变成退休后的稳定现金流。2022年，新加坡整体 CPF 储蓄超过4000亿新币，平均每位退休者每月可领取800到1000新币养老金。结合住房已解决，医疗有保障，这笔钱大多用在日常消费，比如买菜、聚会、旅游。这也是为什么在全球养老金指数里，新加坡的可信赖度 90.4 分，全球第2。透明、可持续、稳定，让退休者不用担心领不到钱。
钱和健康都有了，接下来生活幸福感还要靠社区服务。社区服务能温暖人与人的连接，让退休生活更丰富。退休最怕孤单。新加坡的社区服务让老人继续融入社会。社区中心提供烹饪班、舞蹈课、电脑课程。很多老人说，在这里找到了第二人生。有一位退休教师参加志愿者计划，帮小学生读书，孩子们叫他爷爷老师，他感受到被需要的快乐。还有邻里关怀计划，志愿者会上门探访独居老人，帮他们检查家里安全，买药，确保紧急按钮随时能用。这就是新加坡养老的温度，让晚年不只是长寿，而是有意义。不过，如果行动真的不便，该怎么办？答案是帮佣制度。新加坡的特色之一就是请外籍帮佣照顾老人。行动不便的老人可以通过政府许可，轻松雇佣外籍帮佣，让退休生活更加轻松和体面。这些帮佣通常会负责日常的家务整理、饮食安排，甚至还能提供基础护理服务。重要的是，新加坡做到了这一制度的普及化和性价比。相比昂贵的养老院，这是灵活又实用的选择。比如，一位80岁老人请了菲律宾帮佣，每月费用低于养老院，但生活质量却更好。住在熟悉的社区，既有陪伴，又保留了生活独立性。这种制度的设计既尊重了老人对个人生活的掌控权，又提供了必须的帮助。可以说，这种帮佣支持进一步完善了新加坡的整体养老体系。总结一下，新加坡能连续17年亚洲第一，并首次获 A 评级，靠的就是一套全方位养老安全网。住房 HDB 加租赁与回购计划，医疗 MediSave 加 MediShield Life 加 CareShield Life， 公积金强制储蓄加稳定养老金，社区活动加志愿者加邻里互助，帮佣灵活照护，体面养老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最看重的养老要素是什么？是住房、医疗，还是经济独立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有收获，请点赞、分享给朋友，别忘了订阅频道，获取更多关于新加坡生活与福利的深度解析。谢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